上課了啦，上課啦！各位同學，歡迎來到我們今天這堂超特別的課。我們要來聊聊2月4日這一天，還有包好寫作業是怎麼改變世界的。那個還在滑手機的，對，就是你，老師都看到啦。好啦，不鬧了，我們正式開始上課。好，我們第一堂課就來聊聊一個大家應該都超熟的東西啦。從以前的傳紙條一路聊到現在全世界最大的傳紙條系統，也就是臉書。你想想看哦，就在2004年的2月4號這一天呀，有個哈佛的學生，他就是覺得，功課有夠無聊，所以呢，就在宿舍裡自己搞了一個網站，叫 The Facebook。這給我們什麼啟示？這很重要哦。這告訴我們，下次老師叫你專心上課，不要在那邊搞東搞西的時候，你要知道，他可能正在親手阻止下一個世界首富的誕生啊。說真的啦， Facebook 這個東西，它的核心概念是什麼？你想想，說穿了哦，它根本就是把我們以前上課偷傳的那些小紙條，直接數位化，然後變成了一個全世界最大的傳紙條系統。你看，是不是證明了所有偉大的創意都來自於不想上課的那個瞬間？好啦，不過時代在變嘛，對不對？學生的生活啊，煩惱啊，當然也跟着進化了。像我們以前那個年代哦，同學之間吵架了不起，就是互相拉對方褲子，超幼稚的那種。現在嘞，現在你們可文明多了，吵架是怎樣？直接在臉書上解除好友關係。這個殺傷力就夠強了。更狠的是什麼？順便把對方的照片做成迷因圖，到處傳。跟你說哦，這可比扯褲子嚴重太多了，是精神攻擊呀。講到這個照片哦，老師真的要特別拜託一下大家，拜託，如果你們要在什麼臉書啊、IG 上 tag 我，拜託那個濾鏡一定要開到最強，知道嗎？就是在這個看臉的時代裡，我剩下的一點點最後的尊嚴了，拜託了哦。好啦，講到尊嚴跟求生，學生的求生包裡面，除了濾鏡之外，可能還需要一點維他命。不過你知道嗎？就在1973年的今天哦，科學家們為了成功合成維生素 B12，你猜他們花了多久？整整11年內，夠久吧？這對你們來說可能就只是一個好哦的冷知識，但是對我們老師來說，B 群是什麼？是續命神藥啊！你以為老師桌上那罐 B 群是吃身體健康的嗎？不是，我們吞的不是維他命，我們吞的是一種用來對抗那個明明因數跟倍數已經講了第5遍，底下同學卻還是一臉茫然看着我的絕望。我說真的，科學家花11年的耐心值得一個諾貝爾獎，我們老師的耐心也差不多了吧？講到耐心哦，我們就來看看歷史上一個很重要的日子，1945年的2月4號發生了什麼事？著名的雅爾達會議，聽起來很厲害，對不對？但在老師眼裡呀，這根本就是一場標準到不行的，而且還很失敗的大學分組報告。你看看，你仔細想想，這是不是跟我們班上分組一模一樣？一定會有一個超強勢的組員，就像斯大林，什麼都要聽他的，決定要把所有功勞、所有地盤通通都拿走。然後呢，會有一個很聰明的，像羅斯福，為了大家成績好看，努力維持和平。最後一定會有一個最廢的，從頭到尾都在旁邊滑手機，什麼事都沒做，只在報告前一刻抬起頭問：所以我們這組的組名是什麼？是不是一模一樣？不過就在當年那場亂七八糟的分組報道裡面，有一個很小的細節被大家給忽略掉了。你想想看，當年那些大人物圍着一張超大的世界地圖在那邊畫線分地盤的時候，他們可能根本就沒注意到，在太平洋上有一個長得像番薯一樣的小島，對，就是台灣。在他們眼裡，這可能就是個路過順便看一下的地方而已哦。
但他們絕對沒想到，幾十年之後，一句網絡上的流行語會變成台灣最貼切的注解，那就是當年你對我愛理不理，今天我讓你高攀不起。你想想哦，80年後的今天，情況完全不一樣了。如果你想要用電腦打開當年那張地圖，或是用 AI 去分析那些歷史資料，甚至你現在生活中要做的任何事情，如果沒有台灣做的晶片，你連開機都開不了。這就叫做當年你對我愛理不理，現在我讓你高攀不起。這就是台灣在國際科技舞台上的霸氣，懂嗎？不過台灣厲害的當然不只有晶片，台灣還有一項科學家絕對沒辦法合成的超級維生素。而且說來也巧，這東西也跟 Facebook 有點關係。說真的，台灣人絕對是全世界最愛在臉書打卡的民族之一，對不對？我們好像有一種強迫症，要把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都變成實境秀。去巴黎鐵塔要打卡，這很正常；去巷口吃一碗滷肉飯，也要打卡。甚至去扶老太太過馬路，心裡可能都還在想：阿嬤，不好意思，請問我可以標注你嗎？這種無所不包的熱情，我們叫它台灣最強的維生素，那就是人情味。你想想看哦，你在國外迷路，問路人，人家可能就很好心的幫你指個方向。可是，在台灣呢？在台灣你問路，路人可能會直接說：來上車，然後就用摩托車直接把你載到目的地。下車前還會很關心的問你一句：弟弟你叫不喂？跟你說，這種東西科學家再給他110年也絕對合成不出來啦。好啦，不知不覺今天的課也差不多要到尾聲嘍。在下課之前，老師想給大家一個最後的思考題。今天一樣是2月4號，你想想看，你想當那個在宿舍裡不寫作業，結果發明了 Facebook 的天才，還是那個在分組報告裡面從頭躺到尾的懶惰組員？各位同學，請一定要記得，千萬不要小看你自己。就像當年的台灣一樣，就算一開始沒人看好你，但只要你有實力，就算只是把數學考及格這種小小的實力，總有一天這個世界會發現，沒有你真的不行。好，下課。值日生記得把黑板擦乾淨。不要再傳紙條了啦，有什麼話直接加我好友，但記得哦，濾鏡要開，知道嗎？喜歡老師今天上的課，就記得訂閱、按讚，然後那個小鈴鐺給它開下去哦。我們下次見，下課。